气势倒是不错，看来这家伙还挺会卖弄玄虚。看着楚风所造成的声势，许多人冷眼旁观，出言挖苦，根本没人觉得楚风那是真材实料，反而觉得楚风那是惨败之前的衬托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他真是准备丢进李家的人啊！而刚刚被顾先生重创的月老，则是无奈的摇了摇头。在亲身经历过顾先生的强大后，他几乎确定了楚风的惨败。可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楚风是在虚张声势之际，只见楚风双掌猛然合并，在其前方便出现了10几道漩涡，那漩涡急速旋转，如同圆形的大门一般，竖立于虚空之上。最主要的是，在那漩涡旋转之时，竟然涌现出道紫色的光芒和无数耀眼的符咒。当紫色光芒与无数符咒交织在一起之际，便形成了诡异而绚丽的图案。到得最后，那10几道漩涡竟幻化成了紫色的结界大阵。而当人们看到这一幕之时，几乎无一不是面容大变，目瞪口呆。在那一双双闪烁的双眼之中，充满了惊骇之色。因为在场之人没有拥背，所以他们都能够看出，楚风所凝聚的乃是紫色结界大阵，并且是10几道紫色结界阵。楚风这位只有天武8重的家伙，竟然同样掌握着紫色结界之力，怎么可能？他难道也是紫袍戒灵师？这一刻，许多不看好楚风的人都彻底被眼前的一幕所惊呆了，因为他们真的不敢相信楚风也会是紫袍戒灵师。无情恩公他竟然……事实上，不只是那些等着看楚风出糗的人，就连李禅等人，甚至马家众人也都是吃惊不已。如果说天武9重获得紫色结界之力已是天才的话，那么天武8重便获得结界之力，就更是天才中的天才。的确是紫色结界之力不假，不过对戒灵师而言，更重要的乃是对结界之力的掌控，而不是虚张声势。一同张开10几道结界阵，你掌控的了吗？同为紫袍戒灵师的顾先生已然确定了楚风的身份，但是他却不觉得楚风真的能够娴熟地掌握紫色结界之力，更不相信楚风能够成功布置出10几道结界阵。因为想当初，他从刚刚获得紫色结界之力到娴熟地掌握紫色结界之力，这期间可是花费了不少时间，更是下了不少功夫。可就在这时，自那10几道紫色结界阵之中，却是同时传来一声刺耳的怒吼。那个声音居然比顾先生所凝聚巨兽的吼叫还要震慑人心。然而这怒吼只是一个开始，当在连绵不绝的怒吼声中，10几道巨大而健硕的身影自结界阵中纷纷踏出之后，所有人都彻底被惊呆了。那10几个巨大的身影，每一只都不比顾先生所凝聚的小，并且从气势来看，他们每一个都超越了顾先生所凝聚的巨兽。因为这些巨大的身影不仅体型巨大，在他们那半透明的身体之上，更是覆盖着一层霸气的铠甲。铠甲在身，巨斧在手，霸气的外表让人们难以判断他们是巨人还是巨兽。但无可置疑的是，他们绝对是所向披靡的巨型战士。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震惊之时，又是一阵响彻天地的怒吼。这10几只庞然大物竟在楚风的指挥下迈开了大步，向那顾先生飞奔而去。在他们狂奔之间，不断发出雷动般的轰鸣，不仅掀起了滚滚浓烟，更是使得这方山脉地动山摇，并且他们的速度极快，只是眨眼之间便来到了顾先生的身前。这一刻，顾先生所凝聚的巨兽本想保护顾先生，可只在瞬间便被楚风所凝聚的10几只庞然大物给撕成了粉碎，最终化作紫色结界之力，散乱地飘荡在半空之中。这只顾先生自认为楚风无法撼动的巨兽，在楚风的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。可恶的小鬼，你可休要小看我顾某人！当那巨兽被撕毁之际，顾先生的面容顿时变得苍白起来，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而有所惧怕，反而怒吼滔天，杀意重重。只见其双手叠加，打出一道非常奇特的手印。而当这手印成型之际，他脚下所在的大地也是剧烈颤动起来，并且凝聚出无数裂痕，最后竟然开始粉碎，爆声而起。这股恐怖的力量，莫非他要倾其所有？孤注一掷。看到顾先生所引起的变化，月老也是不由倒吸一口凉气。同为戒灵师的他，已经预感到了什么。果不其然，当顾先生体内的力量蓄力到某种地步之后，他突然仰天长啸一声，随后磅礴的紫色结界之力如同火山喷发一般，开始自其体内狂涌而出。那紫色结界之力冲天起，异常的壮观。但是最令人吃惊的是，那么磅礴的结界竟然开始凝聚，最后竟然化作了一只参天大蛇。这条大蛇长有200多米，口有尖牙利齿，眼冒血色红光，不仅仅栩栩如生，气势更是强大非常。哪怕他在半空随意的动上移动，也会掀起道道旋风。突然之间，那结界大蛇巨尾猛然一摆，便如长鞭一般横扫而下，只是顷刻之间，便将10几只庞然大物扫成粉碎。实力之强，简直势不可挡。然而面对那恐怖的结界大蛇，楚风却是不惧不怕。只见其冷哼一声，随后有张摊开，左手急速在掌心刻画一道符咒。当那符咒刻画完毕之后，楚风的右手便微微握起。这一刻，楚风的掌心紫光流转，那道符咒竟然急速变化，化作无数道紫光萦绕的符文，如同小蛇一般，顺着楚风的掌心手臂攀爬蔓延。只是眨眼之间，便自掌心覆盖了楚风的整个右臂。这一刻，楚风的右臂之上满是紫光萦绕纹路，既霸气又吓人。但这却只是一个开始。只见楚风右臂微微挥动，那被巨蛇粉碎的结界之力竟然开始凝聚，化作了一只比那巨蛇还大上些许的参天巨手。这只巨手为紫色，长达数百米，那狰狞的模样简直就是魔鬼的手掌。但这还不算什么，最主要的是在那手掌的每个毛孔之中都延伸出一根根锯齿形的利刃，一眼看去便令人毛骨悚然，背脊发寒。看来是我顾某人小看你这家伙了。不过
我顾某人的全力一击，也未必就会落败于你。见到楚风的这一招，顾先生也是意识到不妙，但他却没有退缩，反而是双掌手印再度一变，那舞动在半空之上的结界大蛇便发出一声尖叫，随后张开那满是獠牙的恐怖巨口，向楚风飞掠而去。原来他知道自己的结界大蛇不会是楚风那恐怖巨手的对手，所以他并没有打算和楚风的恐怖巨手硬碰硬，他是想孤注一掷，利用结界大蛇的速度去袭击楚风。天真。然而对于顾先生此举，楚风却是轻笑一声，随后手臂光芒四射，微微颤动，那在天际的恐怖巨手竟然的一声爆炸开来，随后消失不见。怎么回事？难道说无情所凝聚的阵法太强，他无法掌控，所以破碎了？眼见着恐怖巨手破碎消失，人们都觉得是楚风掌控失误，大阵破掉了。毕竟那恐怖巨手蕴含的结界质量太强，的确非常人能够掌控。看来姜还是老的辣，那无情要败了。而在恐怖巨手消失的同时，那顾先生所凝聚的结界大蛇，距离楚风已然不过1000米，几乎瞬间就要与楚风相撞在一起，将楚风吞噬。可是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楚风已是必败无疑之际，楚风却是冷然一笑，随后手掌又是微微一颤，前方的天空便是一阵变幻。当人们反应过来之际，那只恐怖巨手竟然凭空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前，挡住了结界大蛇的去路。原来这恐怖巨手并没有消失，更没有破碎，刚刚的一切只是楚风的障眼法而已。这恐怖巨手可以任由他随心所欲的控制。顾先生并非简单的角色，眼见恐怖巨手再现，他也没有太过慌张，而是面容阴沉，意念一动，控制结界大蛇，想要绕过恐怖巨手再攻楚风。只不过楚风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只见楚风的右手猛然握起，那恐怖巨手便夹带着强大的威压一同握起，并且抓住了那条结界大蛇，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了结界大蛇。只听的一声，顾先生倾其所有所凝聚的结界大蛇便被楚风的恐怖巨手捏成了粉碎。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居然败给了这个一个小鬼！我眼见着自己的心血被捏成粉碎，顾先生极不甘心的仰天咆哮起来。可是还未讲话说完，他便大嘴一张，一大口老血喷洒了出来，并且此时此刻的他不仅面容苍白，满头大汗，就连浑身上下的肌肤仿佛也是缩水了一般，只在瞬间他就苍老了几十岁，就像一个将要活活老死之人一般。由此可见，他刚刚所凝聚的结界大蛇耗费了他多大的精力。可是再观楚风，此刻却依然面色红润，轻描淡写的便将那恐怖巨手化解，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刚才的那招显然还不是他的最强杀招，怎么可能？这无情竟然这么厉害！李家是从何请来这样一位界灵师？可真是年轻有为啊！这一刻，在场之人无一不是满面的吃惊，彻底被楚风的实力所折服了。尤其是那些之前看不起楚风、巴不得楚风出糗的人，此刻更是满面的难堪，因为这次他们是真的看走了眼。楚风不但不是庸才，反而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。哈哈，无情小友，想不到你原来是位紫袍界灵师，并且对界灵之术掌握得如此娴熟。刚刚的结界之术可真是让我等大开眼界啊！李家家主兴奋地大笑起来，这一次比刚刚还要高兴，显然这才是他发自肺腑的笑容。当其走到楚风身前之后，更是毫不吝啬地夸赞起来。至于那位马家家主马玉坤，则是嘴角一阵抽搐，尤其是看到他花高价邀请的紫袍界灵师此刻已经没有了任何作用后，他更是气得怒火升腾，杀意丛生。但是他此刻却不得不强压住内心的怒火与杀意，装出一副很是释然与惊喜的模样，走到李家家主和楚风的身前。老哥，这就是你对我说的那位无情小友吗？果然很不简单。马家家主先是看了眼李家家主，这才将手中的食盒递给楚风，说道：无情小友，那么开启此处的重任就要落在你头上了，可千万不要让我等失望啊！无情，我李家与马家等这一日可是足足等了500年，一切全都靠你了。与此同时，李家家主也是将食盒递给了楚风。放心，无情定然不负众望。楚风微微一笑，便接过了2个食盒。食盒入手，楚风便感应到了这食盒上有特殊的阵法守护，并且这阵法非常厉害，可以说以楚风掌握的手段根本无法开启这食盒。不过这却难不倒楚风，因为敏锐的他第一眼就看出开启食盒的方法，并且这个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并非是利用界灵师的力量去开启，而是将2个食盒合在一起。果不其然，当楚风将2个食盒合在一起之际，只听2声，2个食盒便分别开启。只不过与意料之中的又有所不同，食盒之内并非是2把普通的结界钥匙，那竟是2个银光闪闪的光体。2个光体出现之后，便急速冲天起，随后又飞落而下，速度奇快。当人们反应过来之际，2个光体已是开始围绕众人急速旋转，似是在寻找着什么。快抓住它！这一刻，无论是李家之人还是马家之人，都是激动不已。一些人甚至以为这2个光体是宝物，纷纷出手想去抓住那2个光体。就连李家家主和马家家主也是一同出手了，但是奈何那2个光体速度太快，哪怕是2位5军强者，也是难以捕捉他们，这可不免让人们慌了神。然而就在人们纷纷表示无可奈何之际，那2个光体竟然化作2条笔直的光线，冲入了楚风的大脑之中。这一刻，楚风只感觉大脑一阵刺痛，一股炙热的气流自他大脑扩散，随后顺便充斥了他的全身。而当他承受住这股炙热的气流，再度睁开双眼之际，哪怕是他也是不由瞳孔猛然一缩，平静的脸上不由猛然一变。此时此刻，楚风惊愕地发现，他还站在山谷之中，周围的景物全都没有变，但是在这山谷之内的人却变了。李家和马家的众人全部消失不见。眼下，在这山谷之内，
除了他外，便只有一个人，那是一个中年男子。他身穿一袭朴素布衣，站在不远处负手而立。当微风自其身边轻轻拂过，吹起他那如墨般的黑发以及衣衫之际，楚风能够感觉到此人绝对强大到了一种楚风遥不可及的地步。你并非李家人，也并非马家人。突然，那位转过身来，而这一刻，楚风也能够看到这名男子的脸庞。男子的面容很是普通，再配上他的朴素布衣，简直普通到了不能再普通。但是男子的眉宇之间却有着一抹独有的气质。君临天下，万夫莫当，乃是真正的绝世高手。楚风不用想也知道自己进入了幻境。虽然眼前的男子很是真实，但是应该也是一道神识罢了。至于为何看上去如此真实，那是因为此刻楚风所处乃是幻境，看似真实，实际上眼前的一切皆不真实。而至于此人是谁，楚风也不难猜到，他应该就是500年前李家与马家所救的那位神秘高人。前辈，我的确并非李家与马家之人，我乃是李家邀请而来的帮手，负责开启您遗留下的宝物。楚风如实回答，因为对方太强了，哪怕他只是500年前留下的神识，但若想杀楚风，也绝对不费吹灰之力。我当年给他们留下那么多东西，还特地灌输2人精神力，结果500年后，连一个像样的戒灵师都未能培养出来，还要靠外人帮忙吗？听得楚风之话，神秘高人颇显无奈。罢了，他们后人不计，与我也并不相干。反正欠下的恩情，500年前我就已经还完。神秘高人似是对李家与马家的后人很是失望，感叹一番后，才再度抬头望向楚风，问道：“这位少年，你叫什么？”听得此话，楚风心中一紧，对方竟然看穿了他的百变面具，得知他的真实身份乃是少年之身。回前辈，晚辈叫做楚风。在身份被识破后，楚风不敢有所隐瞒，只得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。楚风，你的天赋倒很是不错。这东方海域若依然如500年前的话，那么你也算是一个难得的天才。这片土地留不住你罢了，与其此处的宝物留给李家与马家的庸才，还不如给你做了嫁衣，说不定日后在五之圣土，你我还能相遇。神秘高人笑着说道：“前辈，您在五之圣土？”听得此话，楚风不由一愣，因为此人的话中之意，不仅仅是说他在五之圣土，更是说他如今还活着。此人500年前已是如此强大，500年后又将是何种境界？最主要的是，他竟是一个活了500多年的人。我本是五之圣土之人，500年前无意间来到此处，你也不用太过惊奇。五之圣土的天地能量与这里完全不同，在那里人之寿命普遍不低，只要能够踏入武王境，再有大量资源续命，活个上千年也并非什么难事。你日后若是能够踏入五之圣土，便可以见识到一切了。我敢保证你会喜欢那里的，因为那里更适合你。而你若是能够来到五之圣土，倒是可以来落叶竹林来找我。记住，我叫红强。神秘高人微笑说道，可以看出他对楚风倒很是中意。多谢红强前辈好意，晚辈日后踏入五之圣土，定会去拜访前辈。楚风记住了这个名字，因为他早晚会踏入五之圣土。而在那片神秘莫测的土地，若是有一个人肯帮助自己，这绝对是一件好事。以你的天赋，踏入五之圣土应该不难，我在这里等着你。红强满意的点了点头，随后说道：“楚风，你听好了，这狼牙山脉乃是一天地生物凝聚之地，而此处的灵石，我早在500年前就已寻得。如今你已获得我留下的结界阵法，你便是能够开启灵穴的钥匙。开启灵穴，顺着灵脉而入，便可寻得灵石。不过500年的时间，灵石既然已小有所成，自然也就有了自己的灵智和一定的力量。据我判断，他如今的修为应该在1品5军的境界。不过你也不用害怕，我当初趁着灵石出城，还未具有灵智之时，便在它凝聚之地布置了一套阵法。只要你进入其中，便可依靠那阵法镇压阵法之内的一切。好了，这道神石留下时间太久，不能久存，将要散去。若是有缘，你我会在五之圣土再见。话到此处，神秘高人的身影便化作一缕红光冲天起，消失不见。紧随其后，四周的景物也是一阵扭曲变换。落叶竹林，红墙。这一刻，楚风闭上双眼，在心中深深印下了那神秘高手的名字以及他的居住之所。虽然只是一面之缘，但对方将这里的一切托付于他，也算有恩于自己。楚风并未奢求对方日后会怎样帮助自己，只是这个恩惠不得不报，日后自然要登门拜访。无情小友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而就在这时，楚风的耳边则开始不断响起阵阵紧张而焦急的声音。睁眼观望，只见李家家主、马家家主以及李家与马家的众人正里3圈外3圈的将自己围在中间，紧紧地盯着自己。对于众人那紧张的目光，楚风只是微微一笑，随后对2位家主说道：“2位家主不用担心，无情已知开启此处之法。”话罢，楚风意念一动，他的额头处便出现了一个金色的符文。那符文出现后急速变换，自额头之上向下蔓延，很快便遍布了楚风的全身。可是这却并非终点，那符文从上而下攀爬而去，竟然顺着楚风的身体攀爬到地面，随后如同蜘蛛网一般在地表扩散，瞬息便充斥了整座山谷。这一刻，山谷之内金光四射，隆隆作响。而在这股奇异的威势之下，大地也是开始撕裂，一道非常奇特的方形入口浮现在了山谷的中心。哈哈，成功了！我马李两家等了足足500年，终于等到了今天。看着那已然开启的入口，马家家主兴奋不已，第一个便跑了进去，紧随其后，李家家主以及楚风等人也都紧随其后的跟了进去。当进入之后，楚风发现这灵脉的四周乃是普通的石头，哪怕他以精神力仔细查探，却也发现不到任何异常。可是若是尝试轰击，却又发现这普通的石头坚不可摧，居然很难撼动。这也充分地证明了天地生物凝聚之所的特别。
除非楚风的精神力达到了一种非常强大的地步，否则唯有用天眼才能寻找出灵脉的方位。而这些石头之所以会如此特殊，自然也是受天地生物的影响。根据寻脉之法中所得，楚风也是知道此乃正常现象，并且根据天地生物凝聚时间的不同，这灵脉之中也会不同程度的产生更为玄妙和危险的东西。不过根据此处石头的特征以及这天地生物凝聚的年头来看，这道灵脉之中应该没有太多危险，唯一的危险应该就是具备灵智的灵石。无情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竟然这般开启了此处，顺着灵脉行走了一段，发现没有任何异常后，李家家主走到楚风身旁，笑着询问道：“那2个光体便是钥匙，他们进入我的身体后，不但赐予了我开启此处的力量，也提示于我该如何做。”楚风笑着回道：“那么那2个光体可有提示你其他事情？”李家家主继续问道：“没有了，不过家主放心，此处可直达宝物所在，路上没有任何机关和难度。不过那宝物乃是活物，并且具备一定修为，虽然以家主的修为可以应对，但也需要小心一些。”楚风回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无情啊，此行可真是辛苦你了。”听得此话，李家家主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但在说话之间，嘴角却闪过一抹阴冷的笑容。看到那抹阴冷的笑容，楚风顿时心中一紧，下意识的身形便施展出身法武技，向后一纵，受死吧！果不其然，楚风刚刚闪躲开来，那李家家主猛然出手，一掌拍下，一层非常恐怖的战力便在楚风刚刚所在的位置轰落而下。幸亏楚风躲开，否则只是这一击，定然会让楚风身受重创。家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虽然意识到李家家主将对自己不利，但是当李家家主真的对自己出手后，楚风还是感觉吃惊不已，很是愤怒地质问起来：“父亲，您干嘛？”与此同时，李禅也是满面不解地质问起来，说话之间还张开双臂挡在了楚风的身前，生怕自己的父亲再度对楚风出手。禅儿，你不要被他骗了，我已经问过你，马叔叔，他根本就没有利用什么妖兽对付过你，更没有想过对付我李家，一切都是这无情编造的谎言。他是想利用你我，让我李家与马家相互残杀，他好坐收渔翁之利。李家家主指着楚风，愤怒地说道：“父亲，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无情怎么可能害我李家？他可是救过我的人，他是要帮我李家的人啊！”李禅不知所措，禅儿你怎么这么糊涂？那只妖兽根本就没有受到什么结界束缚，煞壁夫妇也没有背叛我李家，一切都是这无情安排的。那只妖兽与这无情是同谋，他是在利用你啊！李家家主很是无奈地对李禅解释道：“怎么可能？父亲，您一定是搞错了，无情绝对不会利用我，更不会害我李家，我相信他是无辜的。”李禅仍为楚风辩解着：“我的傻侄女啊，难道你宁愿相信一个外人，也不相信你马叔叔吗？难道你真的觉得我会对你李家不利？别傻了，我马家与你李家世交这么多年，我怎么可能对你李家下手？”这一刻，马家家主也是开口了，并且满脸的无辜：“大小姐，您醒醒吧，不要再被这个外人所骗了。”与此同时，煞壁夫妇也是开口劝道：“你们看着眼前的几人。”李禅不由倒退2步，他彻底被此刻的局势变化所吓到了，吓得险些摔倒在地。幸亏在他身后的楚风扶住了他，此刻的楚风倒是颇为淡定，他已经看破了一切。这李禅的父亲，李家的家主，的确如同他所想的那样，乃是愚蠢到了极致之人。很是显然，他这几日偷偷的与马家家主会面了，并且质问了马家家主是否控制妖兽对付李禅，预谋对付李家的事情。而结果也很简单，马家家主编织了谎言，把一切罪名端在了楚风的头上。最令人无语的是，李家家主这个愚蠢的家伙竟然全部相信了。李禅，你真是有一个好父亲，你李家能够传承到现在，真的是一个奇迹。楚风释然的笑了，说话之间，他将李禅拽到了身后，随后望向李家家主以及马家家主，说道：“看现在的情况，你们2个是觉得我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想除掉我对吗？并非是你没有利用价值，而是你本来就该死。”马家家主恶狠狠地说道，就如同楚风真的冤枉了他，乃是真正的罪人一般。你们想杀我，可以，但是还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楚风冷哼一声，随后身形一纵，青色巨龙便出现在了脚下。随后只见一道流光闪过，楚风已是掠入了灵脉的深处，真是自寻死路。见楚风逃走，马家家主也是脚步向前一踏，只是瞬息便消失不见，对楚风追赶而去。老弟，老哥，来助你一臂之力。紧随其后，李家家主也是追赶了过去，同样也是杀机毕露。父亲，不要过去，你不能对无情动手，不要被马玉坤所骗。见状，李禅面容大变，可是刚要追赶，2道身影便挡在了他的身前，原来是煞壁夫妇。滚开，不要挡着本小姐！李禅怒声喝道：“小姐，你不要执迷不悟，被那小白脸迷惑了心智，还是跟在我等身边，有我们夫妇保护于你吧。”煞壁夫妇冷然一笑，说话之间便分别抓住了李禅的手臂。而这一刻，李禅只觉得2股庞大的天力钻入自己的身体，随后便全身无力，失去了自由行动的能力。狼牙山底，灵脉之中，马家家主与李家家主一前一后急速飞奔，他们几乎已经将各自的最强身法施展而出。可是这2位一品武军却依然无法追赶上楚风，甚至连楚风的背影都看不见。可恶，这家伙怎么跑这么快？这种情况乃是2位家主始料未及的，但是他们也并未慌张，毕竟此处是死胡同，一路追下去，抓住楚风不过是迟早的事情。只是事情并未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当他们一路狂奔走到尽头之际，却也未能发现楚风的身影，楚风就如同消失了一般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但是此时此刻，2位家主
却根本没有心思去想楚风究竟去了何处。他们已是彻底被眼前的一幕所吸引了。这是一座方形的岩洞，这里的墙壁并非是灵脉内的普通岩石，而是一种既似水晶又像冰块的奇异东西。可是这东西既不是水晶，又不是冰块，乃是天下间一种极为奇特的物体——冰晶。冰晶乃是非常坚固的物体，是制造兵器的最佳材料之一，非常的稀少，极其的贵重。可是在此处，冰晶却组成了一个面积辽阔的方形大殿，并且在这奇特大殿的中心还有着一物，那是一个蛋，一个直径足有10几米，由冰晶构成的冰晶巨蛋。这毕竟巨蛋宁静地倒卧在大殿的中心，却萦绕着一层层肉眼可见的淡蓝色光晕，并且散发着凡是修武者都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天地能量。宝物，这就是此处的宝物，蕴含了如此强大的能量，乃是难得一见的天地奇物。这可真不枉费我马家足足等了500年之久。这一刻，马家家主兴奋不已，大步流星地飞奔而起，眨眼之间便来到了那冰晶巨蛋之前，想要将这冰晶巨蛋收起。然而他的手掌刚刚触碰到那冰晶巨蛋，一股狂暴的力量便从中散发而出，猝不及防之下，竟将马家家主这位一品5军机的倒飞而去。而与此同时，一道道粗壮的裂痕也是开始浮现而出，并且急速蔓延，只是瞬间便覆盖整个冰晶巨蛋，终于在的声音之中化成了粉碎。老弟小心，快速退！这一刻，李家家主不由面容大变，赶忙大声呼喊起来。因为此时此刻，在那冰晶巨蛋所在的位置，出现了一只高达数米的巨大物体，那是一只凤凰，一只由冰晶组成的凤凰。虽然这只冰晶凤凰的体积不大，但却散发着非常强大的气息，居然具备1品5军的实力。但这不是关键，最关键的是他那高贵无比的气质，简直让人只看一眼便心灵一颤，忍不住想要跪拜，就如同他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神圣存在一般。老哥，此物就是我们要拿下的宝物，岂有退缩之力？快与我合力将它拿下！此物所蕴含的能量，定可让我马家与你李家昌盛起来，创建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。相比于李家家主的惧怕，马家家主则是激动不已。他不但没有退缩，反而将自己那1品5军的强大气息毫不掩饰地释放而出，随后便如离弦之箭一般，向那冰晶凤凰飞掠而去，竟与那冰晶凤凰站在了一处。2位1品5军的存在交锋在一处，顿时掀起了层层狂暴的涟漪。5军独有的武力与冰晶凤凰独有的力量交织在一处，整个浩瀚的冰晶大殿都成了他们的战场。冰晶凤凰很是强大，它虽然没有说话，但却散发着极其浓烈的憎恨之意。翅膀每扇动一下，都会掀起道道冰冷至极的寒霜飓风，并且不断由尖锐无比的冰晶利刃自其身体爆射而出，每次都能造成非常恐怖的破坏。不过马家家主显然也不是简单的角色，他的战斗经验极其丰富，并且掌握着诸多强大的武技，各种武技运用自如之间，竟然与冰晶凤凰这只天地生物战成了平手。这是什么？这一刻，马家与李家的人马也终于赶了过来。当他们看到那光芒四溢、如同神邸一般的冰晶凤凰之后，也都被深深的震慑住了。所有人都呆呆地站在原地，没有人再敢踏前一步，甚至许多人在渐渐后退。老哥，你还看什么热闹？还不与我一起将此物制服？我马家与你李家的未来，可全都掌握在你我的手中！马家家主再度大吼起来。而在做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，李家家主也终于是怒吼一声，随后便夹带着同样强大的气息加入了战圈之内。冰晶凤凰虽强，但显然战斗经验不足，有着绝对强大的力量，却根本难以发挥。这种情况下，才与老奸巨猾的马家家主战成了平手。而当李家家主加入之后，冰晶凤凰就更是双翅难敌4手，很快便落入了下风。2位家主的攻势则是越来越凶猛，各种强悍的武技开始接连不断的轰击在冰晶凤凰的身上。终于，一声撕心裂肺、满含憎恨之意的长鸣响起，冰晶凤凰失去了战斗的能力。当最后一层涟漪扩散之后，它那庞大的身体居然开始收缩，最后化作了一个只有西瓜大小的冰晶蛋。这个冰晶蛋与之前的冰晶巨蛋可是完全不同，虽然体积小了很多，但是蕴含的能量却更精纯。哈哈，成功了，老弟，我们成功了！李家家主狂喜不已，距离冰晶蛋极近的他率先捧起了冰晶蛋，兴奋地高呼起来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感觉自己的胸口一痛，随后一股股热流不断自胸口涌出。目光下望，他不由神色一僵，因为他惊愕地发现，在他的胸口处贯穿了一把3尺清风，而这把3尺清风他也认识，正是他最信赖的兄弟马家家主马玉坤的认主骑兵。这一刻，李家家主赶忙回头，发现马家家主的确就站在他的身后，并且手中正握着那把穿透他胸膛的认主骑兵。马玉坤，你这畜生，枉我这般相信于你，你竟然这般对我！李家家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兄弟真的背叛了自己。可是当这一切发生之际，他又不得不相信，此时此刻他是又气又怒，但是更多的却是发自内心的痛苦，被自己认为最好的兄弟所背叛的痛苦。只不过对于李家家主的这种反应，马家家主却是不予理会，只是冷然一笑，随后便拔出骑兵，再度插入了李家家主的胸口。这一剑力度极大，硬生生的将李家家主插倒在地。当李家家主倒地之后，那只冰晶蛋便被马家家主抓在了手中。看了一眼手中的冰晶蛋，马家家主才满意一笑，随后看向李家家主，冷然笑道：“老哥，别怪我心狠手辣，不念兄弟之情，要怪只能怪你太过愚蠢。”极其讽刺的说完这句话，马家家主便将目光投向大殿门口处的马甲众人，随后大袖一挥，令道：“动手！”马家家主此话一出，马家的众人顿时杀机四射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对李家众人动手。先不说李家猝不及防，哪怕是正面对决，
实力也远不如马家之人，所以两方交战，李家大败。最令李家之人意外的是，李家的2位元老煞壁夫妇不但没有去对付马家之人，反而对李家之人出手，下手之狠辣，招招夺命。眨眼间的功夫，就有数名李家人被他们夫妇斩杀，叛徒的身份已是暴露无遗。至于李家家主的女儿李婵，此刻虽没有生命危机，但却也彻底被马家人制服，被一名戒灵师以结界绳索将其捆绑，此刻根本没有任何战力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之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倒在他的面前。马玉坤，你这个畜生，你这个畜生！难道你忘记了祖训？难道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？眼见着自己的手下因为自己的愚蠢而一个接着一个的死去，李家家主彻底暴怒了。他不顾自己的伤势，强忍着胸口的疼痛，向马家家主扑了过去。然而已受重创的他，又怎会是马家家主的对手？只见马家家主抬腿一脚，便将李家家主再度踹倒在地，并且还将一只脚狠狠地踩在了他的身上，将他的胸骨硬生生地踩碎。老哥呀，老哥，你要我说你什么好？祖训有什么用？兄弟情谊又有什么用？他能让我马家更昌盛，能让我马家独霸这狼牙山脉吗？我告诉你，不能。这个世界什么都没用，什么都是狗屁，什么都改变不了胜王败寇这个真理。我不怕背负骂名，我也不怕被人唾弃，因为当我成功之时，没人敢对我指指点点，他们只会臣服于我，只会惧怕于我。至于后人，他们也不会记住我用过怎样的手段，他们能记住的只有我马玉坤的成功，我马玉坤所留下的伟业。马玉坤疯狂地大笑着，笑得异常狰狞，丝毫不以自己所作为耻，反而以此为荣。畜生，畜生！我真是瞎了眼，是我瞎了眼才会拿你当兄弟，是我瞎了眼才会这么信任你。你这个畜生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！李家家主气得咬牙切齿，面红耳赤，一边挣扎一边大声的咒骂：畜生！你说我是畜生？没错，我不妨告诉你，我就是畜生！被李家家主这般咒骂，马玉坤也不生气，反而冷然一笑，随后看向了李婵，说道：把他给我带过来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而马家家主此话一出，马家之人也不犹豫，而是赶忙将李婵带到了马家家主的面前。马玉坤，你要干什么？有什么事情你冲我来，不要伤害我的婵儿。见状，李家家主脸色顿时吓得苍白，生怕马家家主对自己的女儿下毒手。老哥，你在担心什么？难道我会伤害婵儿吗？婵儿，我这么漂亮的侄女，我怎么舍得伤害她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她的，我会好好的培养她，伺候她。马家家主诡异一笑，便用手托起了李婵的下巴，微眯起双眼说道：我的好侄女，你比你父亲聪明多了，而我就喜欢你的聪明劲。你说你守身如玉这么多年，是不是在等你叔叔我呀？我呸！你这人渣！李婵嘴巴一张，一口吐沫便喷在了马家家主的脸上。人渣？没错，我就是人渣。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有多人渣。而被李婵这样一吐，马家家主则像是被激起了星号一般，竟然撕拉一声扯开了李婵的裙摆，露出了她那柔滑的大片雪白，并且说话之间，马家家主便将李婵按在了身下。马玉坤，你要做什么？婵儿可是你的侄女，她可是你的侄女，你这个畜生，快给我住手！混账，快住手啊！见到马家家主竟然要对自己的女儿做这种事，李家家主气得肺都快炸了，跌跌撞撞地爬起身来，便想与马家家主拼命，给我趴下吧你！然而马家家主只是随意地挥一挥手，李家家主便再度狠狠地摔倒在地，大口的鲜血喷洒了出来，浑身骨骼尽碎，已然无力站起。这才乖嘛，好好的趴在那别动，看着我怎么玩弄你的亲生女儿！哈哈哈！话说回来，老哥，咱们的婵儿可还是处女之身吧？这可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！哈哈哈！马家家主一边淫笑，一边伸出那罪恶的手掌去抚摸李婵那雪白的肌肤。然而对于这样一幕，李家家主却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儿被自己认为最好的兄弟侵犯。此时此刻，他真是悔恨到了极点，痛恨自己的愚蠢，愚蠢到去相信一个不该相信的人。若是他相信自己的女儿，相信无情，那么就绝对不会发生现在的事情。可是天下间什么都有，却唯独没有后悔药。眼下他只能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女儿的受辱，李家的灭亡，便是他要承受的代价。至于李婵，此刻已是放弃了抵抗，因为他没有抵抗的能力，眼角只有那痛不欲生的泪水。可是他又能怪谁？要怪只能怪自己摊上了一个这么愚蠢的父亲。畜生见多了，可还从没见过这么畜生的。可就李家之人死之殆尽，李婵贞洁将要不保之际，一道众人熟悉的声音却突然在这大殿之内响起。无情。当这个声音响起之后，所有人都不由得停止手上的事情，将目光投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。而这一刻，人们惊愕地发现，此刻在大殿的深处站着一个人，此人正是楚风。见到楚风后，几乎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，因为他们之前明明没有看到楚风，还以为楚风是被杀了。可是楚风此刻突然出现，便说明楚风没有被杀。但是楚风既然没有被杀，那么他先前又躲在何处？此刻怎么会无声无息地出现在冰晶大殿内，让任何人都没有察觉？这一切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马玉坤，你可真是畜生中的畜生，人渣中的人渣。做人能做到你这份上，也真是不容易。对于众人那吃惊的目光，楚风也并未理会，而是先笑着扫了一眼马家家主，这才看向了那趴在地上满身伤痕的李家家主，说道：李家家主，你现在知道你这兄弟的真面目了，感觉如何？李家家主满面惭愧，不知如何回答，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，因为他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楚风，因为他现在知道楚风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他，可是他不但没有领情，反而想要置楚风于死地，简直就是典型的恩将仇报，是非不分。你这小子有些手段，竟然能够逃过我的耳目。不过我要是你，
就一定不会现在出来，而是悄悄逃走。马家家主阴冷地笑道：“逃？我为何要逃？面对一群随时随地都可以轻易杀死的人，我有逃的必要吗？”听得马家家主之话，楚风则是讽刺一笑：“杀我们，就凭你那天5、8重的修为吗？你小子可真是大言不惭。”这一刻，马家家主面容突然转冷，随后单掌摊开，便猛然一掌轰出。此掌之力乃是武力，武力之强，绝对在天力之上，所以此掌一出，顿时空气撕裂，空间扭曲，简直是势不可挡。然而就是如此恐怖的攻击，楚风却是站在原地，连眉头都不皱一下，直到那狂暴的武力越来越近之时，他才冷哼一声。此声一出，冰晶大殿之内一阵剧烈颤动，与此同时，一道耀眼的金光也是浮现而出。此光太强，简直如同太阳的光芒，刺得人们不敢直视，只得闪避。直到感觉那耀眼的金芒已经渐渐消退之后，人们才敢再度将目光投向冰晶大殿。而当看清冰晶大殿的情况后，却无一不是目瞪口呆，大吃一惊，甚至很多人更是被吓得脸都绿了。因为此时此刻，在那冰晶大殿之内，楚风不但安然无恙地站在大殿的中心，可是马家家主先前的恐怖一掌也如同没有出现过一般。莫说造成怎样的破坏，简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但这却不是最夸张的，最让人们难以接受的是，本被马家家主按在身下的李禅，此刻竟然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后，就连束缚结界也被解开了。此刻正慌慌张张地躲在楚风身后，整理自己的裙摆，以来遮盖肌肤。你这小子，少跟我装神弄鬼！你想死，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。事实上，莫说是他人，就连马家家主也是面色铁青，眼中涌现出了些许惊恐。不过惊恐虽惊恐，他却也有些不信邪。只见其怒吼一声，随后层层武力便在体内涌动。当武力凝聚到一种极强的程度后，他便一拳轰出。此拳一出，就连这冰晶大殿也是一阵剧烈抖动。随后只见那磅礴的武力自其拳中暴涌而出，竟化作一只长达100米的恐怖巨豹。巨豹四肢健全，栩栩如生，蕴含无上神威，一边在半空奔跑，一边发出震动山河的咆哮，以那股践踏一切的威势向楚风飞掠而去。不好，这是家主的最强武技飞豹狂行，快退，否则我等都要遭殃。这一刻，在场的很多人都是眉头紧皱，又慌又恐地向后退去，因为他们都认识这一武技，知道这武技的威力，若是真的爆发开来，哪怕只是涟漪，也都会将他们牵连其中，轻则重伤，重则惨死。然而，就在众人以为他们已是在劫难逃之际，那股耀眼的金色光芒却再度浮现而出，并且如同先前一样，只是出现了一瞬，便消失不见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当一切结束之后，人们再度将目光投向了冰晶大殿。这一次，他们是彻底的被吓到了，因为眼下楚风依然安然无恙地站在原地，马家家主的最强武技，如同先前的那一掌一样，凭空消失了。最让人们难以置信的是，此刻楚风的手中还多出一物，那居然是冰晶弹。本在马家家主手中的冰晶弹，此刻竟然出现在了楚风的手中。这一刻，所有人看向楚风的目光中，都或多或少地充斥着惊慌与恐惧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楚风简直就如同怪物一样，似乎拥有着不可思议的能力。事实上，莫非他人，就连站在楚风身后的李禅，此刻也是将眼睛瞪得溜圆，目光中闪烁着迷茫与震惊。因为哪怕他距离楚风如此之近，但却也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。楚风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你这混账小子，不要装神弄鬼，有种与我正面交手！这一刻，马家家主大声地怒吼起来，脸上已是明显地涌现出了恐惧之色。怎么，你怕了？楚风微微一笑，眼中带有些许轻蔑。怕？难道老夫堂堂武君会怕你一个天5、8重的小子？尽管很怕，但马家家主也是不服输的人，双臂展开，竟然连续施展出数种强横的武技，对楚风发动了异常猛烈的攻击。然而这次如同之前一样，金芒闪烁之后，马家家主的所有攻击都消失了。你究竟是人是鬼？这一次，哪怕是马家家主也是彻底慌了。他在慌乱之间，竟然紧张地倒退数步，还险些摔倒在地，因为他发觉此刻的他是这么无力，任凭发动怎样的攻击，都根本无法伤到楚风。可在观楚风却是从容不迫，始终面带笑容，一副一切尽在掌握的气势。这种情况下，哪怕他身为一品武君，也是难以做到不怕。因为当经历过一切之后，他发自内心的觉得楚风比他还要厉害，并且绝对不是厉害一星半点这么简单，而是真的掌握了一切。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吗？楚风微笑道。看出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究竟在搞什么鬼？马家家主真的被吓到了，因为哪怕是再强的高手，也不可能无声无息的挡住他的攻击，从他手中夺取物品，所以他甚至怀疑楚风根本不是人，还以为你有多聪明，想不到与你那老哥一样愚钝无知。楚风鄙视一笑，随后只见其意念一动，这冰晶大殿便再度被金色光芒所充斥。只不过这一次金色光芒耀眼有度，虽然仍旧刺眼，但还没有到达让人们不敢直视的地步。而这种情况下，人们也终于清晰地看见，此刻那金色光芒的来源之处，原来他们来自这冰晶大殿内。那一道道金色的纹路和符咒交织在一处，绘制成了一副非常壮观的阵法。这座冰晶大殿竟然是一座大阵，好强的大阵！这样的大阵，你怎么能掌控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这一刻，马家家主终于反应过来，原来并非楚风强大，而是这大阵强大。楚风之所以会在刚刚做出一些神乎其神的举动，原来都是靠着这金芒大阵的力量。这金芒大阵太厉害了，那结界乃是金色结界之力，绝对是金袍界灵师留下的手笔，并且绝非是简单的金袍界灵师。再加上此处之前一直处于封闭状态，所以马家家主觉得
此阵不可能是楚风布置，因为楚风没有这个能力。此阵多半是500年前那位神秘高人所布，但是那位神秘高人所布置的大阵，又怎么会被楚风所控？这便是马家家主想不通的地方。说你愚钝，你还真是愚钝。难道现在你还看不出来？是那要是赋予了我控制这座大阵的力量吗？楚风淡然一笑，随后意念一动，一股磅礴的威压便猛然而下。只听扑通一声，马家家主便跪倒在地，脸上满是痛苦之色。他根本没有与这大阵抗衡的能力。你个无耻小人，竟利用我马家祖辈留下的东西来对付我！马家家主知道自己大难临头，也不祈求，反而恶狠狠地咒骂起来：无耻！你这种人也配说别人无耻？楚风哈哈一笑，随后说道：实话不妨告诉你，我之所以能够控制此阵，还都是拜你们所赐。若不是你们太过平庸无能，红强前辈也不可能将这大阵的掌控之法告知于我。什么？红强大人？你竟然知道他的名字？不可能，这根本不可能！我李家和马家对红强有救命之恩，他怎能恩将仇报，将此阵交给我之大嫡掌管？得知真相，马家家主目光闪烁，面如死灰，不肯相信这一事实。恩将仇报？你们两家先祖的确救过红强前辈不假，但是你们两家能有今天，却全是拜红强前辈所赐。红强前辈早就不欠你先祖什么，更不欠你们什么。难道一个小小的恩惠，就指望人家保护你家族的祖祖辈辈吗？先不说这不切实际，就算红强前辈有此意愿，但你这种卑鄙之人，显然也不配。受死吧！我今日就替你马家先祖，除了你这个卑鄙的后人，也免得你马家先祖被你牵连，背负种种骂名。楚风说话之间，目光闪烁，那压迫着马家家主的威压便开始不断增加。在这种恐怖的威压之下，马家家主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，只能任由威压将他的肉体压得扭曲变形，直到血肉模糊，就连神识被碾压粉碎，就连本源都被楚风吞噬，彻底的化成了一滩血水。不好，快跑，快跑！此人居心叵测，连家主都被他杀了。我们千万不能踏入那冰晶大阵。而眼睁睁见着马家家主被楚风化为血水之后，马家之人都是被吓得不轻，一个个也顾不得再多李家之人下毒手，转身便跑，想要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因为楚风连那马家家主都杀了，天知道会不会对他们动手。然而众人刚刚转身，还没有跑出几步，突然一声龙吼响起，随后只见一条巨大的青龙从天而降，竟然阻隔住了众人的退路，而楚风便站在那巨龙之上。这里的人不过是听命行事罢了，所以我可以放他们不死，但是唯独你二人不行，因为我无情平生最痛恨的就是背叛，所以你们必须死。楚风微眯的双眼紧紧地盯着煞壁夫妇，但目光之中却满是冰冷杀意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想杀我们就能杀？说到底你也不过是一个天五八重的小鬼而已。离开了那座大阵，你以为你算什么东西？诸位不要害怕，咱们联手要诛杀此子，根本就是易如反掌之事。到时候此处的宝物就是我们的，李家和马家的一切都是我们的。见楚风离开了冰晶大殿，煞壁夫妇也是找到了底气，竟然蛊惑众人一同对楚风出手，而已经被挡住去路的众人此刻也都觉得自己走投无路。再想想楚风真的是天五八重的气息，便不由得做起了与楚风拼个你死我活的准备。反正输大不了就是一死，但若是能赢，那可就要彻底发达了，并且他们也都觉得赢的几率更大，所以这个抉择根本不难。然而就在马家众人下定决心与楚风拼个你死我活之际，楚风却是突然间出手了。他脚踏青龙疾行术，几乎只是瞬间便来到了煞壁夫妇的身前，随后一掌猛然轰出，狠狠地落在了煞老头的身上。而也就是这简单的一掌，那煞老头便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，就被楚风轰得魂飞魄散，化为一片血雾。我的确只是天五八重的修为，但是想要杀我，你也配？在以雷霆般的手段将那煞老头斩杀后，楚风轻蔑地说出了这句话：混账小子，我和你拼了！而眼见着自己的丈夫被人斩杀，毕老太太也是暴跳如雷，一声厉喝便向楚风扑了过来，想死成全你。对于毕老太太的玩命一扑，楚风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情绪变化，只见其又是一掌轰出，只听的一声，那毕老太太便如同其丈夫一样，落得了惨死毙命的下场。无情少侠饶命！无情少侠饶命！当亲眼见看着煞壁夫妇被杀后，那些之前还想着与楚风拼命的马家众人，则是彻底被吓傻了，哪里还有拼命的决意？此时此刻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一个个的全部跪倒在地，不断的对楚风磕头求饶，因为他们终于知道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，他们终于知道自己低估了眼前的男子。原来就算离开了那恐怖大阵，楚风也有着轻易抹杀他们的实力。这个叫做无情的男子，已然强大到了超出他们的想象地步。对于众人的反应，楚风也没有过多理会，而是袖袍轻轻的挥动两下，一股强大的天力以及劲风变成原状，自众人之中一扫而过。这一幕可将人们吓坏了，还以为楚风要对他们下杀手。可是当那劲风吹过之际，他们却发现自己安然无恙，这才暂时松了一口气。紧随其后，楚风又将袖袍以反方向挥动两下，而那股狂暴的劲风竟然又倒吹而来。只不过当那劲风重返袖袍之际，楚风的掌心已是出现数个乾坤袋，而这乾坤袋自然是从这些人身上手来的。将乾坤袋收起之后，楚风看都不看他们一眼，只是说了句：滚吧，从哪里来滚哪里去，多谢少侠不杀之恩，多谢少侠不杀之恩。见状，马家众人不敢犹豫，连滚带爬的便跑了出去。多谢无情少侠相救，幸亏有你，否则我李家这次可真是要危矣。当楚风走到冰晶大殿入口之际，那些李家幸存下来的人皆是满面感激地向楚风道谢。然而对于这些势利小人的殷勤，楚风却是不屑一顾。只见其袖袍挥动，劲风横扫而出，如同先前对马家人一样，
将李家在场之人的乾坤袋全部收到了手中。无情少侠，你……楚风此举着实让李家之人感到愕然，尤其是那些被李家请来的高手，更是嘴角一阵抽搐，心疼不已。因为他们不是李家之人，根本没有与李家同生共死的必要，来为李家效力不过是为了钱财罢了。可是此刻那被楚风收走的乾坤袋内，可不单单只有李家给的报酬，那可是他们个人积攒多年的积蓄，这次他们可真是亏大了。而对于李家众人那愕然的反应，楚风则是冷然一笑，说道：“不要以为我救你们是应该，刚刚你李家家主要斩杀于我，若不是我躲得快，早已死在了你李家家主的一掌之下。所以请你们搞清状况，我无情与你们早非盟友，而是与马家一样，乃是敌人。”楚风说出此话之际，将那冰冷的目光扫视了众人一眼：“少侠饶命，少侠饶命！那些钱财您都拿去，千万不要杀我们。”而这一刻，李家众人皆是不由浑身一颤，随后赶忙跪倒在地，如同之前的马家人一样不断求饶。因为就在刚刚，他们在楚风的目光之中感受到了杀气，此刻他们绝对相信，若是他们敢有何不从，楚风真的会杀了他们。因为那目光非常可怕，似乎楚风不是一个人类，真的是一个冷血的魔鬼。之后，楚风便径直地走到了李家家主的面前，而李家家主似乎也是早有预感，所以此刻的他倒是表现很是释然，对楚风说道：“无情，是我愚蠢，是非不变，才会信马玉坤那个畜生，辜负了你的一片好意，还要对你下毒手。你杀了我吧，杀了我，我的心里也会好过一些。无情，不要杀我父亲，求你给他一个机会。”就在这时，李禅赶忙跑了过来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来到其父亲身前，随后对着楚风跪倒而下，替其父亲求起情来：“大小姐，快起来！”见状，楚风赶忙亲自将李禅搀扶而起，随后看向李家家主，说道：“按理来说，我是该杀了你，因为敢对我下杀手，你就是犯了死罪。不过我今日不杀你，但并不是看你楚楚可怜，只是看在你有一个好女儿的份上。”说完这些话后，楚风才再度将目光投向李禅，说道：“大小姐，此处发现之物对我有用，我要拿走。不过此处毕竟是你李家守护多年之地，此物当作是我跟你借的，日后我定会以等价之物奉还。”说完这句话，楚风便身形一纵，脚踏青龙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而在楚风离去之后，李家众人则是如释重负，赶忙冲到冰晶大殿之内，开始为李家家主疗伤。唯有李禅注视着楚风离去的方向，久久不能回过神来。楚风离开了凌雪，却没有离开狼牙山，手持冰晶弹，他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此物的强大，此物的修为堪比一品武军，但它所蕴含的能量却绝非一品武军所具备的武力能比，乃是真正的天地生物，修炼真品。所以楚风迫不及待地想要将其炼化，找到一处隐秘场所，便开始了炼化冰晶弹之旅。冰晶弹虽然是凝聚了足足500多年的天地生物，但是如今却已没有任何威胁可言。再加上楚风成为紫袍界灵师后，可以更娴熟地使用吞噬之法，所以不过是短短1个时辰的功夫，楚风便已将这天地生物彻底炼化。当将这冰晶弹炼化之后，楚风浑身上下的天力已经得到蜕变，成功地踏入了6重。要是使用3重雷霆的话，楚风也就等于踏入了天武9重，距离武军境也不过是一步之遥。而距离紫灵被带走还不到1年时间，不到1年的时间内，楚风的修为从玄武8重变为如今的天武6重，真可谓进步神速，让人骇然。果不其然，如今我想突破修为，需要的修炼资源太恐怖了，连凝聚了500多年的天地生物都只是让我突破1重修为，这要是炼化天珠的话，要多少才能让我突破？虽然成功突破，但楚风却是闷闷不乐，因为在借用了结界精华、岩浆之子和冰晶弹这3种奇物突破之后，楚风也是意识到他需要的修炼资源已经非常可怕。如果不是这3种奇物，而是直接使用天珠这种流通广泛之物修炼，就连他也不知道要怎样的数量才能够用。突破到天武6重已经很不错了，你小子就知足吧。可就在这时，蛋蛋却是笑嘻嘻的开口了。